达瓦最近真的难以停止它发布这种轻量级的小乌龟，所以呢，这一颗银狼 CT 它的定位到底在哪里？那当然也会出去测试咯。好，我们现在直接先开箱 ，Open， OK， 卷线器。本体干做的保护贴纸，那我不会去用这个东西。然后 coupon 爆炸图、保证书、说明书，然后还有一份海外的说明书，这些就是它全部的纸张了。哦，居然是有套子的，这个套子应该是和 Steez 是一样的，但是呢，它这边特别的有银狼的 logo， 这样子它的配置上感觉会更加高级一点了。哦，这就是26年是我们的银狼 CT。好，那我们先直接看一下参数吧。我手上这一颗是26年式的 Silver Wolf CT SVTW PE Special， 所以呢是 PE 专用机，它只有 8.5 的超高速，手把转动一圈回线80公分，自重160克，线容量 0.6 号150公尺， 0.8 号120公尺，手把长度85mm， 培林配置6+1，最大卸力 4.5 公斤，配备的是一颗 30mm 的 SV 线杯，官网售价56800日元，那现在刚刚发售没有多久，所以呢店头价大约是49000日元，日本制造。 OK， 所以这一代的银狼也不能说这一代，因为在它之上呢，目前现行版本有 34mm 的基于 Zillion 机身的银狼，相对于 34mm 理论上来说，它会更倾向于更轻的更小的的炮头。这一颗是 SSL， 所以它们两个基本上是一样的框架，但是呢口径是不一样啊。这边纯银色的部分非常的醒目，非常的抢眼，它这手把应该是更加粗壮的，相对于 CT 的手把，我猜不用称啊，应该是更加重的。这5星应该是和 CT Limited 一样的，换成了金属的5星。说它160克的重量，我相信很多都是源自手把和星盘这边。好，那我们现在先稍微转动一下，看一下它卷感吧。首先它是有出现警报声的，转动一下试一下，开始。就很 normal 的感觉，就是 normal 它这卷感和 SSL 是一样的，基本上没有感觉到什么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似乎可以感觉到它这颗手把的重量。CT 是12+1，但是呢，实话说区别真的不大，但是区别是有的。CT 整体，我个人觉得从外观上看啊，包括质感，整体的质感、卷感都会更优一点。然后它的侧盖更不用说，CT 这个侧盖我个人觉得是 OK 的，是非常的方便使用，非常方便调整，然后不用特别大力气，也不会被误触到啊。然后这个侧盖呢，我个人觉得就其实不是这么方便。这颗原来设计的目的啊，就是用路亚来钓黑雕，所以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非常具体的使用的场景的，以底钓为主的。再说具体一点，就是 Free Rig 和德州钓组为核心，也可以兼顾玩一些 Plug 硬饵、反硬饵、米诺、Jerkbait、胖胖鱼。第二附属的一类是中间永成 Vibration 和 Jighead， 然后第3个附属的分类是 Top Water。水面系 ，OK， 饵重可以去到3克到10克之间它们围绕最核心、最中间的就是自由钓组和德州，所以他们在这个场景中钓黑雕是偏向于底部觅食，而且黑雕它的追饵和摇饵都比较懒散，所以呢，它倾向于比较慢的操作，要求比较高的感度，比较精细一点。同时呢，需要在大风的或者深水、恶劣多变的钓况使用细的 PE 线。然后把一颗小饵尽量远投。那当然，在我这边我有类似的鱼种，就是小嘴。小嘴也是非常口比较，很多时候口稍微懒一点，但是呢是很喜欢爆冲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一种鱼。虽然是 bass，
所以呢，我们这边主要的目标鱼是小嘴。那大家在考虑到它的时候，个人建议啊，你就要考虑一下它这种特化，所有这些场景，所有这些玩法，到底有没有符合你的使用的场景的？因为全世界有很多的鱼种，它专门设计给黑鲷，不代表它就只能钓黑鲷。好，那这一颗银狼，首先它30mm 的线背，相当于是 CT 嘛，但是呢，刹车系统是 SS MacForce， 也就是说它这一颗线背是同时具备了 SV 线背和 SS MacForce 刹车系统，还有是一颗 PE 特化线背，所以呢，它这个是一个唯一的组合。我们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好，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它是 SS MacForce 倒扣的刹车杯，并且它刹车杯是侵入到线杯里面的。因为这边遮挡啊，所以看不清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好，这颗月下美人是一样的 SS MacForce， 这个边上有一个银色的一条边，有没有？这个就是它的磁铁啊，它磁铁已经进入到它的这个线杯内部的位置了，所以它整套的刹车系统其实是在线杯的内部运行的，所以它产生离心力会更加小一点。然后呢，它刹车力整体是小的，但是呢，它是持续的、稳固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的磁铁和它的刹车杯是不会完全脱离的那种。所以呢，这颗线杯它既然它预设是细的 PE 线、小的，然后远投，那我们基本上可以想象啊，它应该是一个比较持续稳定的一个刹车力，但是呢，整体刹车是偏轻的那种。8.6克，线杯中梁是介乎于 Alpha SPF 和 CT 之间的，这颗是 PE 特化的线杯，它线杯的底部啊，完全是一个直角的感觉，相对于其他 CT 的线杯来看呢，30mm 它实际的幅其实是更小的。CTSV 是大约是18，银狼这一颗的16.4，这个不精准，但就16点几这样，它是更加窄幅的。那在之前我测那个月下美人的时候，它那颗也是小饵远投，但是它是极端轻啊，可以丢到 0.5。那颗呢是一个很变态的14mm 的幅，所以呢这一颗其实我是非常期待它那个小饵的远投的性能的。所以呢，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呢？我们现在马上就出发去试一下。今天是暴风，20多公里的风，然后瞬时的风速可以到43左右。它和这个黑色的干身的杆子真的是超级搭的，很好看。所以呢，我今天完全按照钓路亚黑鲷最理想的组合，杆子是7尺5 L， 这是一个永饵的厂牌，所以呢，它的 L 的杆子大约相当于 ML 加。OK， 然后是 F 钓的 0.8 号 PE 线加12磅全碳前导，前导线是长前导，4到5公尺左右，前导线节是近线规，一直到线杯里面。OK， 可以看到，前导线节我用的是 FG 节。先来试一下，现在是3克的自由钓组，出场的时候是0的刹车，所以我们现在先调到从10开始，应该没有问题啊。OK， 不需要手指的，完全没有问题。调到8，试一下。好，长前导，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抛出去的时候，我是听到一个声音，但是并没有咬线啊什么奇怪的状况发生。然后大概34左右，我预计的很准哦。我们现在可以数一下，1、2、3、4、5、6、7、8、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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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32，OK，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3克的铅对于这颗卷来说呢，目前来说是 OK 的，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调到6，现在是6，真的不是特别好调啊，这个。它这个设定基本上就是明显是用于远投的感觉。这一颗卷呢，我感觉它的那个初速的控制其实并不是特别强，
目前用下来，所以呢，我感觉如果是用到4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吵，会有点微吵或者浮现这样子。我先试一下6，看一下要不要手指。OK， 它已经会有一点跳线了。哦，刚刚已经落水了，完全已经落水了。OK， 但是没有吵。好，现在是4。哦，4明显远了很多。需要加一点点指控啊，在它那个抛出去的初期，其实会有一点点浮现，然后被我压制住了，然后落水的时候要按住。这个是4的效果。哦，当然今天的风真的是比较乱啊，不是说完全逆风抛就好的。OK， 有一点点咬，所以说4基本上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下限了。如果是风况好的话，就没有什么风的时候，可能可以下探到，我个人觉得可能下探到0都可以啊，因为它这个刹车我感觉是蛮持续的，我直接调到0试一下呗。因为这种 SS Max Force， 我之前试那个 SS Air 的时候，应该已经试过0啊，各位已经看过0，就是比较轻的。OK， 现在是0，还是可以抛的，就你小心一点是可以抛的。所以它刹车还是比较重啊，就全程的那个控制力度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说啊，相对 CT 来说，相信是这样子。调到6吧，我个人觉得6是比较舒服的。OK， 6就可以非常那种大力甩杆，它适合这种一刀流啊，感觉就一发入魂的感觉。哇，这个阵风离谱！我感觉我整个人要被吹动了，真的好吗？这种天气出来试，哦，这随便就40公尺出去了，因为现在是顺风，没有特别大力抛，所以跟 CT 相比一直说 CT， 其实2颗都是 CT， 就和那个 CT-SV 相比，银狼 CT 呢，我个人感觉它初速的治愈有一点小，因为 CT-SV 它那个刹车杯是你用力甩的时候，它肯定是那个惯性特别大，它会甩出去嘛，然后它刹车力是比较大的。但是银狼这一颗呢，由于它一直藏在那个刹车碗里面，刹车的那个力度的变化不是特别大的那种，相对于 CT-SV 来说，它有一个更加稳定持续的那个刹车的控制，差不多是这样子。那 CT-SV 你大力甩出去的时候，它初速控制比较大，但后面的话呢，它刹车杯弹回去之后呢，它刹车力就会降低的比较多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呢 ，CT-SV 如果你是调到比如说4以下的时候是蛮舒适的，但这一颗你如果调很低的话，它那个刹车力还在，但是呢，你那个初速的控制就不容易做到。大家明白我意思吗？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一颗，如果你想大力甩杆的话，你要开到6或者8，现在是6吧 ？OK， 哦，就这种一发入魂的大力的甩杆，你需要调到高一点的刹车。5克，再来，现在还是6。哇，哦，5克舒服好多。5克的铅加上这个软耳，这个软耳大约应该有2.5克左右，所以就7克多这样子。我个人觉得这个已经进入到它的一个非常舒适的区间了。然后它那个线杯变得非常的，就非常带得动，然后呢又不会超转，就刚刚好那种感觉。哦，就也很安静，但是呢它那个转速又够，所以5克是一个很舒适的范围。我刚刚3克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点怕那样子，因为它那个3克的时候，它那个线啊带出去的时候，它带的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呢，它藏在这个里面那个线结有一点点被打到那样子，就那声音会比较大一点，就听起来比较可怕。但是现在不会啊，现在它带出去带得很顺，所以3克铅我个人觉得是它的，如果是我啊，我会当做它的下限，至少是这一套里面。如果你想抛3克抛舒服一点的话，那我会建议你用那个 0.6 号，而且我相信你如果是 0.6 搭配这个5克的。应该也是非常舒服，哇，舒服！它那个落水的这个控制真的太舒服了。
哇，帅的。然后我个人其实不推荐特别激进的刹车设置，6也很好，就6你可以很大力的甩杆，很安全。特别是你要用到0.6的 P1 线，然后丢到那种比如说7克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试一下7克啊。但是目前来看，哇，这个5克真的超级舒服，而且6的刹车基本上完全不用管，哇，太舒服了。所以这样子就会轻松很多啊。换成5克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危险的状况。就刚刚我有咬线，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但是刚刚那个指向性还是很好，完全瞄准正前方，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直接抛到正前方。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咬线啊什么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它这个线杯还是偏重的，就惯性太大。OK， 它会把一些线稍微粘住一下，带到前面去。如果是一个惯性比较小的线杯呢，它在后面的时候，它会那个转速降低的会比较快一点。这个是我在这个状况下使用它咬线的原因啊，我分析它咬线原因。但是这个克重完全没有问题，就它那个带这个线杯带的非常的顺畅，所以从5克开始哦。OK， 7克再试一下哦，现在还是6。完全还是非常安静啊，线杯的转速各方面都很正常，基本上抛40公尺是没有问题啊。然后弹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这个是窄杯啊，所以它其实弹道也是蛮变态的。虽然它那个刹车控制比较大，就甚至还有那种Shimano那种感觉，就它耳的那个下沉啊。就抛出去的时候下坠的那个抛物线啊，什么各方面那个控制，还是很让人着迷的感觉。我越来越喜欢它这个窄杯了。但实话实说，它的那个整体那个卷感啊，真的就和 CTSV 有差，12+1真的有差。我可以感受得出来，它这边这个握腕的那个区别，手把的这个重量啊，我在空转的时候很明显，就你没有杆子，没有什么东西，空转很明显，但是你实际搭配杆子之后呢，就没有问题，感觉消失了。我们来试一下这边整个大逆风。好，现在是6的刹车，没有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我都不需要，还是不需要直刹的，就逆风也不需要直刹。但是呢，那个风线非常的长，然后我的抛投距离明显降低，因为今天风实在太大了。这种暴风之下，完全可以全力的抛投4克的米诺。因为现在 bus 静调，为了不引起误会，所以我把钩子都取下来。OK， 其实刚才那个单钩的也是我把钩尖都去掉了。现在是8。没有问题啊。然后感度，我个人觉得这种就带手把的这个感度没有 CT 这么好，它那个手把是更加轻量级一点的。然后个人觉得那一颗手把稍微好一点，也可能是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一点不算数。OK， 其实非常接近，非常接近。然后4克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试一下下探到6吧，我先调到6。然后收回来，确实啊，我感觉那个主要那个震动都是来自于杆尖的，和我这边手的，就传到我这边握完这边的会比较少。6试一下哦，6也会吵所以4克的话，我个人觉得已经低于它这个线组的下限了。如果是0.6号的线，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好抛一点。所以现在是开到8会比较安全一点。OK， 开到8没有问题。刚刚调到6会吵，对，调到6会吵。我个人觉得这个4克是 OK 的，但是呢，没有这么舒服。OK， 可以抛，没有这么舒服。如果是这种 plug 的话，可能要重一点。我换一个重一点的。丢出去大概20多公尺这样子，没有特别远。9克的 plug
试一下哦。现在刹车调为6，我都是在6左右试探。哇，这丢得远。9克就没有问题啦。9克基本上和刚刚那个自由钓组一样随便丢，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7克左右起啊。就我这样子一个线组之下，如果你想丢4克的话呢，不是不能丢，就是你要用0.6号降一档线这样子。但是现在丢这个9克特别舒服，然后风比较大的时候全力抛 ，OK， 大力的全力抛，没有任何问题。10克。10克的话，那这一个组合应该超过12克。试试看哦，还是6没有任何问题。我个人觉得你再丢14克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了。我想说的是它现在目前的达瓦的调教，就经过一段时间可能是2年左右，它那个调教整体的所有东西我就不一一细说。它小口径的线杯，然后耳重的那个舒适的范围正在慢慢的提升。在我原来认知里面，这种30mm 基本上10克以上就会开始14克，特别是那个转速各方面，然后那个线杯的噪声各方面什么都会出来。但是它现在经过它现在新的这些调教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它那个上限是慢慢在提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如果是让我设定一个最舒适的范围，这一颗我会设定在5克到14克之间。然后如果你是0.6的话，你可以下探到3克。3克的铅加上应该是大概5克接近5克的感觉。CTSV， 然后7克的铅 ，Free Rig。现在刹车是6。我跟你讲有差。银狼的那个抛的时候，首先它线杯就抛这个7克，抛到10克就12点几克整体重量的时候，它的线杯的那个噪声都是很低的 ，CT 的噪声比较大一点，所以刹车性格是不一样的哦。这边调到4，CT 这边调到4，看一下。调到4还是很稳定啊。哇 ，CT 丢的也蛮远的，我觉得距离似乎是不相上下的。哇，它这个4的刹车也好舒服银狼稍微远一点点，远一点点可能5个趴差不多。但是呢，我告诉你，这2颗的感觉差很远，它会多一点 vibration。然后呢，银狼的那个线杯呢，我猜可能是那个窄杯化的效果，窄杯化，然后加上它那个整个刹车系统收到线杯里面的时候，就是说它那个线杯丢出去是很安静的。所以我之前就有说嘛，就根据我们以前的印象，好像这个30mm 就差不多到10克这样子，就还是很舒适。但是你已经感觉出来那个线杯的那个震动 vibration， 然后线杯的那个稳定性，它会稍微会有一点变化。银狼的那一颗线杯真的就很安静，然后很轻快。我个人觉得也那个是因为载浮的关系特别轻快。但是呢，银狼那一颗它虽然有稳定持续的一点点的那种刹车力但是它的安全刹车似乎更高一点。大概6左右。CT 现在开到4很舒服刚开到6的时候有一点点感觉不是特别丢的没有那么远的感觉。现在调到4就好很多。然后银狼呢，它每一级刹车的那个调整大家都是20段，然后银狼它那个调整调一级一级那样调，它那个区别感觉不是特别大。然后 CT 这边就感觉会更加明显一点。这2颗线杯性格真的很不一样。我感觉 CT 这种中近距离会更加舒服一点。就是它整体线杯的那个速度明显那个初速都会变快，弹速也快。就它在中近距离反而是那种就无拘无束的感觉会比较强一点，会更加舒服一点。不管是任何的那种
花式抛投啊，或者是低弹道啊，或者怎么样，它弹道下沉呢会更加快一点。银狼那个真的你就会感觉到有那种控制在，CT 就没有，所以它2颗线杯那个调教真的不一样再换一个 plug 吧，继续。就 CT 的这个中近距离这弹速真的很夸张，我个人觉得是比银狼有明显的提升的。就是说它的优势真的就是中近距离，然后它远投其实也很远其实也很远但是银狼似乎它的调教就更适合那种安全的大力抛投远投，然后 CT 这边真就是炉调真是完全炉调下，就很准，然后弹速快，然后落水的控制各方面就是它会让你在这种高速的状况下，高速高频的状况下的控制也是非常舒适的。就它这个 SV 的刹车杯回弹之后，它那个转速就控制会比较少一点再次用回一下银狼，这颗真的还蛮容易让人上瘾的。它果然还是这样子，就是说性格很明确的一颗，就是你抛小饵的时候，它那个线杯非常轻快的那种回转，然后那种稳定性，然后你大力甩竿的时候，一发入魂那种抛投的时候那种稳定性是会让你上瘾的。就如果对比 CTSV 来说的话，然后它整个刹车的性格，然后它的那个和 P1 线这种匹配的程度，长前导线，如果你很了解它的这一颗的用途，然后这一颗的它所有这种参数它所有这些设计的目的的话，你用这一颗应该会是非常舒适的，就行云流水的感觉。哇，真的是太舒服了。首先当然还是先看 P1 线与否啦。如果你是纯 P1 线的玩家呢，相信 Sailwolf 它会有更高的上限和类似 CT 的使用的感觉。其次还是看你实际的做钓场景。如果你平时钓鱼的钓场风特别大或者风向特别乱的话呢，我会推荐 SS MacForce。它有更加稳定的刹车系统。那当然啦，银狼它也是可以兼顾 P1 线的炉调的。当然啦，如果你是一个纯炉调的玩家，你平时想兼顾玩一些碳线，那我们的选择只有 CT。当然大家也不要忘记 CT 是一台更加贵的小鬼。不过呢 30mm 幸好还有一些别的选择，比如说 Alphas BF，比如说 Tatula BF， 更全面的，包括使用的体感，包括抛投回收，所有这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是高级感，也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那我个人觉得 CT 它的差价是完全可以得到体现的，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整体的高级的感觉，还有更大的泛用度。当然就是说从抛投的角度来说呢，银狼会更倾向于那种一击必杀的大力远投，那 CT 呢它明显更擅长于各种各样的抛投，比如说你要处理一些你比较难抛到的位置，你要把饵塞到灌木的底下，你需要更加频繁的低弹道，需要更加频繁的荡抛打水漂这一类的，那 CT 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它整个刹车系统给你感觉就会更加灵活松散，更加的 freestyle 一点的感觉。当然了，银狼我个人觉得它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可能 CT 在这一方面会更优一点。OK，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要看一下各位的使用场景还有预算。